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們今天來新竹旅行，晚上要在新竹住一晚。我們住的飯店是晨曦行旅新竹中央館。我今天所以決定來新竹住一晚，造訪新竹的古蹟，也是受到前一陣子造訪彰化市古蹟的影響。那為什麼呢？因為其實新竹跟彰化關係非常密切。那今天就趁晚餐之前的一點時間，那我就在晨曦行旅新竹中央館做個 Tony 講古好了。談起新竹跟彰化的關係，應該從康熙60年談起，就是那一年發生的朱一貴事件。那這是大清帝國統治台灣以來第一次發生的大規模民變，雖然很快就平定了。那康熙61年，巡台御史吳理達巡台之後，就對朝廷提出建議。他建議為了加強台灣的統治，應該在北台灣新設彰化縣，縣治就設在半縣，就是現在的彰化市。彰化縣的範圍有多大呢？就是從現在雲林的虎尾溪以北，一直到現在的基隆頭，都是彰化縣的範圍，非常大。所以300年前，我們住在北台灣的人，就是所謂的彰化人。不過當然，那段歷史非常的簡短。那當時因為地理上的隔閡，所以即使當時住在北台灣的人，應該也不會認為自己是彰化人。由於彰化縣的轄區非常大，所以吳理達建議在北台灣設立一個職位——淡水海防同知，負責海防、捕盜，還有治理原住民。那同知的意思是知府的副官、佐官，是專門負責某一些特殊的任務，例如海防，例如捕盜，或是水利工程，或是負責糧倉的管理等等。所以在雍正元年（西元1723年），彰化縣成立的時候，設縣治於半縣，當時也設立了淡水海防同知，以協助北台灣的海防、捕盜跟理番的工作。當時的淡水海防同知是在哪邊辦公呢？就是在半縣，就是現在的彰化市。所以這是兩者密切的關係。不過到了雍正9年（1731年）的時候，台灣知府認為彰化縣的轄區太大了，所以就決定將大甲溪以北的區域全部由淡水海防同知來管轄，成為一個獨立的一個機構。所以淡水廳就是在雍正9年正式成立。當然有一些文獻會說淡水廳是在雍正元年成立，那其實應該是說淡水海防同知這個職位是在雍正元年的時候就有了，但是淡水廳的成立是在雍正9年。那淡水廳在雍正9年成立的時候，淡水海防同知是駐防在哪裡呢？還是半縣？為什麼呢？因為當時北台灣是真的是很荒涼。舉個例子來講，在康熙36年（1697年），就是大約30年前，郁永河要來台灣北投採硫磺的時候，當郁永河抵達台南，開始採買一些器具跟招募工人，準備前往北台灣的北投採硫的時候，那很多認識他的人都勸他說：“勸君切莫去淡水。”為什麼呢？因為淡水好像就是鬼人關，一起拍收仔很壞的地方，很多士兵去務守那邊的話都是有去無回，生病染疫就死在淡水那個地方。所以淡水廳在康熙年間還是非常的荒涼。當然那時候有一些漢人已經零星的開墾，但是漢人真正有規模、有組織的開墾台北盆地是在康熙48年。康熙48年是1709年，距離彰化縣設置大約是14年前，所以可以想見當時北台灣是真的是蠻荒涼的。一直到雍正11年，那淡水廳的淡水海防同知終於來到竹塹這個地方，正式在這邊辦公。那同知這個職位，他如果是委外到外地去駐守、長期駐守當地的話，那麼他的辦公署就是稱為廳。所以在雍正11年（1733年），淡水廳是名副其實，就是在竹塹這個地方，今天的新竹，在這邊正式
有了衙署在這邊辦公。那淡水廳的轄區就是從大甲溪以北一直到基隆，所以算是台灣西部海岸管轄領域最廣的一個廳。那轄區大不是好事，代表地廣人稀，代表是一個比較荒涼的偏鄉地區。那竹塹城從1733年起，一直到1875年，有140幾年的時間，就是北台灣的政治中心。所以竹塹城這個地方有非常多的歷史古蹟，一直到1874年牡丹社事件之後，當時的欽差大臣沈葆楨建議在北台灣建立新的府，那取名為台北府，所以淡水廳當時就升格為台北府。不過當時選府治的地點的時候，因為當時台北經濟的繁榮程度已經超越竹塹，特別是同治元年淡水開港之後，那北台灣所的茶葉必須透過淡水港對外輸出，所以也造就了大稻埕的繁榮。所以當時就決定將台北府設在現在的台北市。那台北府下面，竹塹這裡就變成是新竹縣。那頭前溪以北設立淡水縣，噶瑪蘭廳就變成宜蘭縣。所以從1875年起，新竹市在北台灣的政經中心的地位就被台北所取代了。假如1875年，沈葆楨是建議將淡水廳升格為淡水府，而不是稱為台北府，那麼今天的台北市就會被稱為淡水市，而台北101就會被稱為淡水101了，而中華台北可能就會變成中華淡水了。以上就是我對竹塹歷史發展的簡單回顧。那為什麼去彰化市看完古蹟會想到新竹市呢？因為我這個人的旅行是認為要由近而遠，由親而疏。那既然在歷史上我算是淡水人，那都跑到彰化縣去看古蹟了，而且是很完整的掃蕩一遍。我們自己的淡水廳，我怎麼能不好好的再走一趟呢？雖然我前幾年有在新竹徒步旅行，造訪這邊的歷史古蹟，不過現在又多了很多的歷史古蹟，所以這次就是因為上次在彰化旅行的啟發，所以這次來到新竹。當然這一次不求多，而是希望能夠看得比較仔細一點，因為我在彰化半天走了20幾個古蹟景點，我自己都覺得累，所以今天下午我們只造訪了8個古蹟景點。那明天上午還有半天的時間，就在造訪新竹市市區的另外一區的歷史古蹟。那我就簡單的講古到這邊，那待會我們要準備吃晚餐呢。這個房間因為燈光比較弱，所以我只能在窗戶這邊靠着一點夕陽的餘光來開講。那畫面可能會比較暗一點，那我只能做事後後製來調一些光而已。當然我不會抱怨說旅館的房間燈光太暗，因為旅館是讓你住宿休息，應該要燈光非常的浪漫柔和，不是讓你來開講的。好了，就簡單開講到這裡。那我們準備去吃晚餐了。那晚上可以拍攝一下新竹的夜景，分享給大家。